来吧，听听看这两首歌，你觉得哪一首比较能让你有印象呢？这是初代空洞骑士的大黄蜂主题曲，接着这是续作《狮之歌》中主角大黄蜂的主题曲。好奇怪，怎么听都是狮之歌的编排、层次和音质比较高，对吧？但当我兴奋的想跟朋友聊聊狮之歌音乐多赞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大家都不像游玩前一代时侃侃而谈，反而续作很多曲子朋友们都不太认识。社群投票时也有许多人认为初代音乐比较明显。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这甚至不是这款游戏才有的现象，很有趣，因为你会发现这一切可能都和音乐本身无关。今天我们就借由狮之歌来聊聊这个其实算常见的神奇现象吧。你是否在意过音乐？你是否注意过作品里的好声音？欢迎来到原声带笔记，我是笔记。首先，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厘清，这题跟音乐本身好不好听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今天会有这种现象的前提是因为《狮之歌》被拿来和前作做了对比，有对比自然有差异哦。老实说，这样的比对不太公平，看完你应该就清楚了。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可能的原因吧。我们先抓两首战斗曲来做对比，这是空洞骑士的战斗曲。接着是狮之歌的。OK， 心里有定论的对吧？不论你认为哪一个好，接着才是重头戏，这是实际战斗的状况。再来还是狮之歌的。我想应该听得出来了，对吧？狮之歌的战斗节奏高上许多，这里又能拆成两点来看。第一个就是，你觉得狮之歌难吗？难，对吧？如果你干嘛很简单，是不是？我就打不过没怎样。狮之歌属于难度较高的游戏，当人脑注意力高度集中在高负荷的操作上时，为了节省资源，会自动降低对于听觉上的注意力。对，注意力失聪，一种心理学现象。就你在游戏中奋战的时候，旁边有人问你，吃饭要吃哪间啊？你会想叫人闭嘴那样。所以游戏本身的快节奏和高频率，本来就会让玩家难以对战斗以外的事情提供更多的注意力。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太专心滑手机，结果走路不小心小指头撞到桌角的回忆，对吧？哇，好痛，不要想了。第二个就是音效资讯的多寡，这其实跟上面的概念类似，只是相较于前作空洞骑士，音效占据的频率和注意力明显更上一层楼。比起记住一首歌，你可能会更容易记住一些奇怪的玩意儿，比如我朋友在看我玩的时候，他不是 BOSS。Vienta。是这种。当大脑整天在回想这些内容时，玩家自然没空去分心在背景音乐上了，这就导致和前作比起来，音乐似乎比较难站出来。其实狮之歌并没有做不好啊，相反的，这可能是我听过音响处理上特别棒的游戏之一。但还是那句话，大家是拿来跟前作做比较，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差异出现。接着就是编曲上的讨论了，这次就不比较空洞骑士，我们拿狮之歌自己的音乐来做比对，来看看哪一个你容易记住吧。这是第一支 BOSS 的战斗曲。
刺激，对吧？接下来是其中一位 NPC 的主题曲。Faridula si manette, doni poina volinette, pina sans mi manisette, d'un enfant sur le banc。我想我也不用问了，超级好哼！玩过的各位，你是不是刚刚有跟着哼啊？自己承认啊！游戏刚出的时候，根本到处都在讨论后面这首，连我这个当初还没开始玩的，都已经觉得耳熟到爆了，还被我写进2025最佳年度音乐那影片里的主曲了，是吧？这概念是什么呢？越简单越少量的旋律会让人更容易记住，越丰富越庞大的乐器组合则较难马上留下印象。神奇的心理学。诗之歌普遍在编曲复杂度上比前作高上不少，配器密度高，在旋律和演奏的丰富度上更上一层楼。刚刚演示展现了旋律复杂度对记忆性的差异嘛？接下来我们挑同样复杂的编曲，但配器中乐器丰富度具有差异的来做一次比较吧。以上是空洞骑士的螳螂领主战斗曲是不是感觉空空的，但声音很明确？接下来是狮之歌的陀螺比奥战斗曲。有没有非常丰富和扎实的管弦乐？可是除了最上面的主题以外，底下的声音就比较没办法那么快去抓进耳中。OK， 我知道这当中原因很多，那我们就先简单理解即可。如上所示，配器复杂度是会影响第一时间的记忆性的，尤其这不是在一个纯听歌的场合，而是在游戏激烈战斗下的播放环境，自然让狮之歌的音乐不会像前者一样非常明显的站上台面。不然我爱死这首歌了好吗？那种富丽堂皇都爆炸的感觉，跟这个 BOSS 展现出来的氛围超合的。刚刚那整段钢琴回应的很前面，整个不断滚动推进的8度分解排音，就那个挺巴洛克的维瓦蒂加贝多芬的那种 feel 呢。好，总之讲这么多，写这么好，复杂的配器确实难在游戏中让人第一时间印象深刻。即便是我这种已经专心在音乐上的玩家，实际游玩时也是这样的。单机吧！我靠！我打 BOSS 一家都是2滴血啊！就2滴而已。你等血变多的时候，他打你就很不痛。好巨哦！我2连劈，我都不会。我也是，我都打一下就会被打到。不能播主题曲，然后给人家放这么难的怪耶，你懂了吧？就是那句话，狮之歌的音乐相较于前作，更像是一杯需要细细品尝的红酒。游玩结束后，回头去找原声带，慢慢体会，深深感受到魅力的那种丰富度。但是在游戏中真的拿来跟前作比的话，对玩家来说自然没办法在游玩期间让人快速地抓住了。大家都听过小星星吧？哆哆嗦嗦啦啦嗦，发发咪咪瑞瑞哆，对吧？简单好记。你总不会今天跟朋友聊到小星星的时候说，小星星哦，小星星我也听过瑞哆西哆西哆西，那什么什么什么哆西哆哆瑞拉嗦西的，不会吧？你总不会这样吧？会吗？接下来就跟声音工程比较相关了，这个可能比较深一点，这段蛮绕的哦。我简单解释，晚点再回到狮之歌。来思考一个问题，你知道有时候相同的音量听起来大小声却有差异吗？是的，来说说响度吧。我相信这是一个对大部分人来说很陌生的名词，直接用听的比较快。我播放2首歌，用的是同样的音量，最好是戴个耳机哦，边听可以边想一下，是不是有哪一首听起来比较大声？This is the time, now or wait. No matter what we lost, this is the road we take. Here and now we stand on the field, the past is sealed. We are the answer, the only thing real. We are the NPL. 再来第2个，听听看。
有没有？后面这个好像小声很多哦。这个原因简单解释，就是因为大家都有把音量开太大声，结果就爆音的经验吧。声音会变成像这样。对，就你通讯软体上朋友常常没空会出现的那种失真。为了避免这种状况，以前混音就会把声音最大声的瞬间做判断，不要超过大部分播放环境会爆音的状态，制定出一个音量标准。有点像你打开电脑上的混音程式，或是各种录音软体上呈现的那样。但这样有个问题啊，一首歌不会从头到尾都大声，对吧？比如说，考验音乐课有没有乖乖上课的时候到啦。海顿的《惊愕交响曲》听过吗？很有名，对吧？相传当时因为海顿看到台下贵族听到睡着，就故意来这么一下，把大家吓醒啊！你也醒了吗？这就是音乐的动态，一首歌会有跌宕起伏的，你的音感上面也会一直来来回回的跳动的。那你按照音感看的话，只有刚刚那个嘣的一声作为最大值，不就让整首歌其他地方听起来超级无敌小声的吗？你会变成其他地方都长这样是不是根本快听不见啦？结果隔壁直接主打爆音爆到爽的电吉他变成这样。你电影或游戏中当然不能这么做嘛，声音忽大忽小的怎么听，对吧？所以就出现了响度，一个全新的声音标准，也就是 Lux。这玩意儿会把一首歌实际给人听起来的大小声感受做一个量化，让大家可以做出相对音量比较均衡舒适的音乐。很难哦。这样子说好了，你室友的打呼声测出来可能是80分贝，蚊子在你耳边的嗡嗡声大概40分贝，但你会觉得蚊子比打呼还烦还吵。这就是响度，比较主观一点的标准。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糙的比喻了。先记住这点，响度不等于实际音量，响度是设法将人类实际上感受到的声音大小做成一个新的量表。我们直接听一段吧。记住这个感觉哦。接下来跟下面这段管弦乐做比较。有没有感觉到是不是响度差不多大声呢？但实际上交响乐在音量表上远比鼓还要大哦。不过讲了半天响度，也只是说明你平常听到的原声带听感会差不多而已，跟游戏中实际播放的状况并不一样。好，讲了那么多，接下来就是重点了。狮之歌和空洞骑士都采用了响度作为标准，应该说现在有专业音响处理的都采用这个新标准了。总之，两者单独拿音乐出来听感大小声都是接近的。你现在去串流平台上面听到的都会类似，是吧？但这点跟第一章提的内容有点像，这是在游戏里面播放的，你得考虑到实际游玩时会有大量的音效出现，这东西有关联吗？来，让你听一个东西，这是我在2025年度音乐那支影片写的组曲片段，我把谢尔玛哼的歌改写成管弦乐了，你仔细听听看，前半段和后半段谢尔玛的歌声差异。听出来了吗？是不是有种谢尔玛在后面管弦乐出来以后，歌声就变得比较小声的感觉？你必须把音乐音量压小声，让音效或是人声不被音乐吃掉才行。很好理解，对吧？手法就不讲了，什么塞圈还是 ducking 还是挖频率的，即使一样的响度，也不代表它在频率上占的空间相同。越丰富、越复杂的乐器是会把整个频率占满的。还记得刚刚第2章的时候就有听到了，狮之歌的音乐丰富度和元素都比空洞骑士还高。比起采用较多合成器制作的空洞骑士，狮之歌大量使用实录乐器和更厚的管弦编制，占据的声音空间自然更满。听不懂没关系，我们用看的，直接来看看以下2段比较吧。我们拿2代大黄蜂的主题曲 Hornet 和 Red Maiden 来做范例，仔细看看2首歌的频谱。
中的 Red Maiden 在频谱上占据的空间相比 Hornet 满很多，这代表着狮之歌的音乐普遍比较没有什么空间让给音效了。这中间牵扯很多复杂的资讯，我简单说一个总结。今天由于要让音效站出来，通常而言，狮之歌这种复杂丰富的音乐就得比空洞骑士压更多的音量才行。所以在相同的客观条件下，狮之歌在游戏过程中本来就会比空洞骑士感受到更低的音乐响度。如果有点晕，请拉回去再听一次谢尔玛这段音乐。前半段的伴奏只有鼓嘛，后半段的是完整管弦乐，两者响度差不多，而实际上我后半段的管弦乐已经把音量往下压了，却还是比纯鼓部分容易吃掉人声，游戏中还得再压更多才行。讲了这么多，终于讲到我想说的重点了，这就是一个比较客观的物理限制，没有办法，也跟音乐品质本身无关。当然，这个差异不会到太明显了。今天一切的讨论根源还是源自于为什么狮之歌比前作还难感受到音乐，才有以上这些结论。这些小小的难以感受到的差异和要素，在全部综合起来以后，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这样的感受了。而这些和音乐本身的品质都比较没有关系，属于让声音工程师们头痛了老半天也难以满意的范畴。所以我才爱死游戏音乐了。我爱的不只是音乐本身，我爱的是这是我个人认为最考验整体声音工程的艺术结晶。在音乐写得好以外，你还得考虑在游戏中的故事搭配，考虑玩家实际游玩时的心理状况，甚至考虑游戏进行中的各种即时运算。这是对我来说游戏音乐之所以迷人的重点之一。在怎么让玩家能够沉浸游戏中各种奇幻世界的元素上，音响工程可以说是占了非常大的要素。做个总结，音量不等于响度，响度不等于游戏里的清晰度，音乐写得好不等于实际游玩时会很明显。至于音乐本身是不是拥有足够的记忆点，这个见仁见智啊，不在以上的讨论范围内。就像你可能觉得半糖太甜，你朋友却觉得3倍糖刚刚好。好啦，基本上就是这些。本来是想讲狮之歌音乐本身内容的，只是在与朋友聊天时发现大家都没有啥印象。社群投票结果也是注意到这个问题。当然重点还是我还没玩完 ，Oh my god， 有够难。当然，这个投票本身也没经过严格设计，没有规定投票者2代都得玩过，题目设计也很容易让人误解为狮之歌的音乐写得不好，所以参考看看就好。我希望大家注意到的是，以上内容都跟音乐本身的好坏无关哦。既然我们说的是游戏音乐，那当然是得把整个游戏环境都拿进来讨论了。你今天讨论肉燥饭的时候，也得搭配饭吧？你当然可以单独去说，这肉燥炒得多么香啊！但最后我们还是不能忽略掉，正是因为在饭上这肉燥才刷脆。虽然今天聊的是狮之歌，不过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各种有续作的游戏上，一般来说是不太会有这种讨论嘛。只是狮之歌刚好是同一个团队、同一个作曲家，又刚好换了一个新的作曲环境和作曲主题，才有了相对明显的比较声音出现。其实这个比较本来就不太公平，当初玩完1代的玩家肯定早就想不起刚开始玩的时候的感受了。后面长时间的听原声带也建立起了熟悉感，本来比较没印象的曲子都变成有高记忆度。接着来玩狮之歌，又刚好有以上这些状况，许多玩家自然就难以在游戏过程中品味狮之歌的音乐了。就连我这个早就做好心理准备，还专门花心思留意音乐表现的人都遇到这样的状况了。当然，以上的讨论也几乎都是抓 BOSS 战的状况下啦，所以各个地方的背景音乐似乎就比较有记忆点了嘛。比如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技术核心嘛。这种的就是你有空听啊，混音也让主题站得比较前面，这区的 BOSS 战也可以让 BOSS 动作和音乐卡点。所以就比较能体验了，这种设计真的超赞也超成功的。所以啦，可能是我在为狮之歌有点打抱不平吧。如果有心情的玩家，可以回头去多听听原声带，听听这代凭什么可以入围2025 TGA 的年度最佳音乐。最后，我希望大家也不要过度简化结论哦。
这是一个多重和复杂的要素，很容易出现诗之歌音乐没设计好的想法，这就不是我的本意了。好的，我们这期就聊到这边吧，接下来也会继续讨论值得一听的游戏音乐。那么我们下期原声带笔记再见。